男人在尿尿时，突然发现荒山上竟有一个大妹子在车里呼呼大睡，这瞬间就让他色心大起。他二话不说就准备拉车门钻进去，可没想到下一秒女孩却突然惊醒。要知道这里是荒郊野外，根本没人，吓得女孩立马就大吼着让对方离开。哪知外面的男人不仅没有害怕，甚至态度还变得愈发嚣张，吓得女孩赶紧按响车喇叭，试图将外面的男人给吓跑。殊不知，在这个荒郊野岭，车喇叭的声音显得格外刺耳，瞬间就激怒了车外的男人。好在很快，附近的一位大胡子就走了过来。女孩见到有人来，还以为自己得救了。等到对方走近时，才发现大胡子竟和男人是一伙的。这瞬间就把女孩吓得不知所措。然而还不等她做出反应，大胡子就抬枪瞄准了她。Get out of the car! Get out of the car before I blow your fucking head off! 为了活命，女孩再也不敢按喇叭，只好听从指引的乖乖走下了车。从女孩湿透的裤子就不难看出，面对着真理的威胁，她已经被吓尿了。就在她以为自己在劫难逃了时，不远处的爸爸也听到了刚才的喇叭声，于是赶紧将小儿子交给妈妈，迅速赶回了车子的位置。可由于他没有任何防备，直接就被两人打晕在地。而与此同时，不放心家人的妈妈也折返回了帐篷内，将小儿子给藏在了帐篷里，然后飞快地冲到了大女儿的位置。妈妈大喊着让女儿赶快跑，谁知下一秒大胡子就朝天开了一枪，威胁她如果再敢往前跑，就一枪送走她的父母。没办法的，她只好乖乖就擒。殊不知正是因为如此，一家人便惨遭了一场变态折磨。随着他们被歹徒们绑住双手，他们也被歹徒给带到了山上的大树底下。还不等夫妻俩弄清歹徒想要干嘛，歹徒就往他头顶上放置了一个易拉罐，然后跑出了100米远，抬枪瞄准了那个易拉罐。很显然，歹徒这是想锻炼自己的枪法啊！可还不等歹徒准备开枪，父亲就因紧张导致易拉罐掉在了地上。这气的大胡子直接就给他来了一个佛山无影脚，然后将易拉罐再次放了回去。可不料这次易拉罐又掉在了地上，这瞬间就让暴脾气的歹徒恼羞成怒，他二话不说就瞄准了他的脑袋。看着丈夫活生生死在自己眼前，妻子瞬间就崩溃的反抗起来。但在这荒郊野外反抗根本就是毫无用处。随着他被大胡子扇晕，很快易拉罐就放在了他的头上。这下子轮到大胡子开枪了，哪知大胡子的枪法实在太菜，第一枪就打偏，足足30公分，这让大胡子瞬间感到十分丢人，一枪就打在了女人胸口上。不得不说，这俩歹徒仗着山上没人，简直是无法无天了。然而他们并没有善罢甘休，确认了两人已经死透了之后，又一枪送给了当初被吓尿的大女儿，然后转身就潇洒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。本以为一家人就这样被解决了，可就当两人折返到他们的帐篷时，却发现他们的手机上竟显示这家人还有一个小儿子，但此时的帐篷内却空无一人。原来小儿子睡醒后见到妈妈不在帐篷里，于是便一个人跌跌撞撞地走进森林寻找妈妈去了。男孩在荒山上哭着寻找妈妈，却不知他的家人早已被山上的2名歹徒杀害。而此时2个歹徒也在山上寻找他的踪迹。就在他就将累倒在地时，突然发现了一个女人来到了荒山上野营，他想要追上来寻求帮助，可是丽莎根本就没注意到他。原来丽莎和男友周末来这里露营，轮胎却不幸被扎破了。直到男友让她去附近找块木头时，情侣俩这才发现了刚才晕倒的小男孩。好在男友是一名医生，经过初步诊断，小男孩只是累晕了，其他地方并无大碍。可在这荒郊野外出现这样一个孩子，实属是有些不正常。他们想带着男孩去医院，可是车胎扎破，他们也走不了。就在两人不知所措之际，一辆小汽车突然行驶了过来，激动的他们赶紧向车主寻求帮助。殊不知，这人正是杀害男孩父母的其中一名歹徒。当得知他们捡到一个小男孩后，歹徒立马就走上前去确定了男孩就是他们寻找的目标后，歹徒立马就开始演起了戏，说昨天就看到过孩子的父母往山上去了，说可以带着他们去山上找找他父母。就这样，丽莎便留在原地照看起了孩子，而杰克则跟随歹徒前往了山顶寻找男孩父母。然而让杰克万万没想到的是，歹徒竟直接将他带到了昨天杀人的位置，看到地上的3具尸体躺在地上。身为医生的杰克第一件事想到的就是救人。好在经过检查，男孩的妈妈还有呼吸，这瞬间就让杰克感到了高兴，立马就准备收拾东西准备对他急救，却没想到歹徒为了防止事情暴露，竟直接扣动了扳机。意识到不对劲后，杰克一把就将歹徒给推倒在地，撒腿就朝着丛林中跑去。等到歹徒准备开枪时，杰克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气得歹徒直接就大骂地追了上去。而与此同时，丽莎也听到了山上的枪声，察觉到不对劲的她赶紧躲到了车上，并牢牢锁紧了车门。而大胡子也意识到同伴搞砸了事情，一把就将车窗给砸破。好在丽莎反应迅速，一把割破了大胡子的胳膊，趁着大胡子包扎伤口的时候，抱着孩子就一头跑到了丛林。气得大胡子直接就放开了猎犬，准备好好教训一下丽莎。然而让他万万
万没想到的是，就在半路上，猎犬却突然遇到了一头死去的野猪，直接就贪吃的享受起了美食。没办法的，大胡子只好自己去追丽莎。殊不知，此时正在追杰克的同伴也来到了这处丛林。随着同伴听到丛林里的动静后，同伴毫不犹豫的就扣动了扳机。但等到他走上前去，才发现刚才打中的竟是大胡子。大胡子万万没想到，自己竟然死在了自己的猪队友手里。眼看着大胡子的猎枪掉在地上，杰克当即就准备悄悄溜过去捡，没想到下一秒，丽莎抱着的孩子却突然嗷嗷大哭起来。歹徒听到声音，立马就追了过去，打算给死去的大胡子报仇雪恨。被追杀的女人突然发现，歹徒不知何时竟抬枪瞄准了自己，还不等丽莎反应过来，歹徒就一把抢过她怀里的孩子，狠狠地摔在了地上。随着孩子的哭声戛然而止，丽莎瞬间就崩溃了。殊不知，就在此时，男友却在不远处看到了这一幕，但手无寸铁的他根本不敢上前与持枪歹徒较量。而很快，丽莎就被歹徒吊在了大树上，准备以此将她男友杰克给吸引出来。没想到，就在这时，一阵汽车发动机的声音却突然传来，原来是杰克看到了歹徒同伴尸体上的车钥匙，这是开着歹徒的车子逃走了。听到这儿的歹徒瞬间恼火了，为了防止自己杀人的事暴露出去，歹徒只好用一根绳子牵着丽莎，准备上前追杀杰克。然而就在半路，丽莎却突然惊恐地发现，刚才摔在地上的孩子竟然不见了。很显然，肯定是男友将孩子悄悄抱走了，带着孩子前往了警局报警。见到这里，歹徒拽着丽莎就坐上了汽车，准备开车追踪起了下山的杰克。然而丽莎也不是傻子，趁着歹徒不注意时就转了一个方向盘，直接就导致车子撞上了旁边的大树。很快，时间就来到了晚上，而杰克也顺利来到了警局报警。当把孩子放到警局中后，杰克立马就带着警员来到了山上。很快，他们就发现了撞在路边的车子。车里的丽莎见到警车来了，非常开心，但很快她就又陷入了绝望，因为2名警员刚下车准备查看情况，就被暗处的歹徒给送去了西北。杰克意识到不对劲后，直接打算再次抛下丽莎，开车逃离。结果下一秒，他就被歹徒一枪射中了肩膀。就在杰克被打得嗷嗷直叫时，受伤的歹徒也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。殊不知，就在这时，另一辆车的丽莎则挣脱了绳子，准备逃跑。危急关头，歹徒立马就瞄准了她男友的脑袋，说只要他逃走，就一枪崩死杰克。为了男友的生命安全，丽莎只好回来，沦落成了人质。但此时歹徒腿部受伤，开车的事情自然落到了丽莎的头上，而歹徒则在后面用枪指着丽莎的脑袋，威胁她将车子开到山底下。此时的歹徒还不知道丽莎已经涌现出了反击的想法，下一秒丽莎就一脚油门踩下去，然后一个猛打方向，让车子瞬间来了一个侧身翻滚。本就受伤的歹徒经过这一折腾，身体更是动弹不得。趁此期间，丽莎一个车门就将他夹了一个半死，然后捡起旁边石头就将他脑袋砸了个稀巴烂。就这样，一场逃亡游戏才算是终于结束。而故事的最后，丽莎和男友也被警方顺利救走，重新获得了新生。至此，影片结束。《杀戮场》这部电影讲述了一对情侣野营旅行时碰见了正在行凶的罪犯，并在准备不声不响离开时绊倒了的悲惨故事。这部影片告诉我们，当我们在遭遇危险时，第一，要保持冷静，确保自己的生命安全；第二，及时报警并说出准确位置；第三，避免与犯罪分子正面冲突，优先保存自身的体力。